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是统一啊，帝国霸权也是统一啊。为什么需要大统一？在大统一之前，人类在害怕什么？现在国际的这种的纷争，其实都是在探讨最终统一的方式，它是在分项探索。那么这种结果会让人类走向完全不同的文明。在我去年所发布的2026大统一提到的宇宙图，揭示了宇宙进化的方向，就是大统一。它是宇宙法则，甚至说是所有法则中最重要的、最终极的法则。这法则呢，它是有很丰富的内容的，有意志上的统一，法律道义的统一，也有许多行为规范的统一。但这个大统一呢，并不是大一统，它不是让所有东西全都相同，而是在意志统一的前提下，有各种丰富的实践，还有表现方式。就像自然的森林，还有树木花朵，也有走兽飞禽，它是自然和谐，同时为着一个目标而进化发展的。大统一还有更加深奥的体系，它应该会成为一个学科，让我们更多的去感受、去实践，才能真正的创造和实现真正美好的大统一。所以统一学将是一个科学、美学与神学等等全学科的大统一，超越知识体系，是贯穿天地间、贯穿理性与情感的、贯穿我们修行与理想的这样一个大统一。它会凝聚成一个核心，这个就是创造未来新宇宙的起点。它创造新宇宙的大爆炸将是更加的宏大和伟大。万物其实都在向统一的方向进步，无论是公益的还是霸权的，其实都是在讲的这种统一，这种的帝国思想、帝国霸权也是统一啊，包括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是统一啊。但是哪一种统一它是公道的？但是起码能够证明统一这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。川普那么做，他的统一那是表面的，因为呢，它是以权力、实力所构建的统一。那么这个统一的内部，它是有分歧的。这种不是真正的大统一，因为现在人类意识到大统一之前还没有明确自身的发展的方向，毕竟那是一个未来的高纬的召唤。但肯定会有很多人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会是害怕大统一，总是觉得大统一会影响到他们现在的既得利益，维护这样的一种状况。宇宙发展的规律呢，它是统一的，大统一呢，它是人类和宇宙进化的方向，一定会有人会是积极推动一种进步的力量的引领。这种统一它是人的意志向往，而且是众生灵共同意愿的方向。那么这种统一才能够带来安宁、繁荣、团结还有发展。